多名女神。直播间的众人看到这一幕后，顿时炸了！我靠，这家伙想干嘛？尼玛，难道要假戏真做了？演播室中的导演组也被你这。
也是终于赶到了现场，分别是2男1女，迅速朝着电梯走去，而你也早已换好了外卖服，与对方擦身而过。而直播间的网友已经激动了起来，虽然他们看不到画面，但他们能听到声音。我靠，人才啊！竟然假装成外卖小哥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过了一阵后，追查组3人也是来到了你的房间，在探索了一阵发现无人后，突然注意到了桌上的外卖。马德，这家伙也太嚣张了，居然还有心情点外卖。闻言，一旁的沈曼妮这才猛然惊醒，刚才那外卖小哥很有可能是江叔假扮的。其余人也迅速反应了过来，韩队拿起手机便想提醒守在楼下盯守的乘客，可这时一声炸裂声在厨房中响起，3人齐齐一惊，只见里面的微波炉发生了爆炸，靠近厨房的李晨首当其冲，被炸出的面粉弄得灰头土脸。见有要引发火灾的趋势，李晨拿起盆就想去灭火，可这一拿，这才发现上面竟掉落了一张纸条。在看完内容后，顿时火冒三丈，这家伙真是太狂妄了。另一边，在楼下的乘客也是接到了信息，哦对，前面是有个外卖员，跑得老快了，估计是快超时了吧，哈哈，超时个屁啊，他可能就是江叔，赶紧给我去追。闻言，乘客一愣，但迅速便反应了过来，朝着你追去，而你自然也不甘示弱，很快来到了一个拐角处，嘿嘿，你小子总算被我捉到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可在对方转头的那一刻，乘客懵了，抬头一看，卧槽，丑团外卖东站点。另一边，你在成功摆脱了对方后，来到了一个小巷口，随手将外卖服一扔，就看向了系统面板。你伪装成外卖小哥，并制造爆炸戏耍了追查组，此次评为优秀，可以在以下的4个奖励中选择一项。看着眼前浮现的奖励，在思考了一阵后，你选择了专家级的反侦查能力。当此能力融入身体的那一刻，你只觉亢奋，越发有兴趣将这场游戏玩下去了。拿起手机就联系起了柳如烟，在得知她的去向后，你来到了美食街，竟看见了对方在看着烤串流口水，在发现你后，随即便泪眼汪汪了起来。好饿呀，我没钱，快点带我去吃饭。你无语的摇了摇头，不过也能理解，一个扮演被绑架的人身上能有多少钱？在用现金请他吃了一顿牛肉丸后，你向对方索要了节目组分配给他的手机。你想干嘛？找节目组拿点钱花。这时还在搜寻你的韩队，突然接到了节目组的电话，在听完内容后顿时大怒，什么？他居然敢勒索节目组？真以为他跑得了1次，还能跑第2次？而此时与你对接的主持人林安安只觉头疼，你们的节目还行，但选到了我，让我很不满意，所以马上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，不然我就撕票。江先生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节目组的事，那么你只要不被追查组捉到，时间越久，最后获得的补偿就越高。为此您真的没有必要铤而走险了。少废话，马上给我准备1000万，一半打到我的卡里，另一半给我用麻袋装好，放到我指定的位置上，否则柳如烟的安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就在林安安无助之际，韩飞他们也是终于赶到了节目组，刚好听到了你的话，迅速拿笔写了几行字。林安安瞬间心领神会，讲起了他的话术，想与你拖延，好让韩队他们迅速锁定你的位置。可你根本不上套，做不到的话，那么明天柳如烟的果照便会在全网发布。说完，你直接挂断了电话。而在节目组那边，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彻底炸开了锅，老色批们纷纷发起了弹幕，一堆骚话不断涌出。当然，大部分水友还是比较理智的，都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恶劣，必须严惩。面对这巨大的舆论压力，节目组这边一个不慎就得玩完，众人面色凝重，完全不知道你的真实想法，最后都把希望放在了犯罪心理翘楚的沈曼妮身上，希望对方能给出些有用的信息。可对方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，看着桌上你的个人信息，反复思索了起来。他的生活明明还算过得去，完全没必要走上亡命之徒的道路。这时突然想起了你遗留的纸条，然后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解释，或许那家伙只是想要证明他比我们都要聪明而已。闻言，李晨脸色相当难看，王八蛋，就为了这点小事，遵守规则不就行了？我们又不是不能陪他好好玩，需要闹到这种地步？一旁的林安安有些许尴尬，好像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告诉对方这是个节目，这一切完全都是对方本人自己弄清楚的。可以这么说，一开始是他们先戏耍人家，即便后面有丰厚的现金作为补偿，但当着那么多观众的面社死，恼羞成怒下做出些非理智的行为，不也显得合理了吗？似乎是同一时刻，众人意识到了问题所在。这时被挂断已久的电话又响了起来，韩飞黑着脸走了过来，忍着怒气道：江叔，立刻放了柳如烟，这1000万的事情我就当你没提过，另外节目组会准备20万的补偿金偿还给你，记住不要妄想侥幸心理，你要是敢做违法的事情一定跑不了。而你只是淡淡道：你在教我做事。弹幕再度爆炸，一排排的牛逼闪过，因为主动权在你手上，韩飞即使在愤怒也只能忍住。所以你想怎样？照我之前说的做。江叔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，现在收手。还没等对方说完，一套衣服被撕碎的声音陡然传来，伴随着的是柳如烟惊恐的尖叫声和对方胡乱说出的一大堆台词。你眉头一皱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听着电话的忙音，会议室这边的所有人都愤怒了，看来这节目是不能播下去了，必须马上给总部发信息，把江叔的逮捕令调成真正的。而只有一旁没有被带节奏的总
他肯定是不会再用了，但是那卡我们又不能不管，里面有好几百万呢。让几个兄弟跟这个三河大神去把那张银行卡回收了，我们得赶紧回去那边。这家伙在分散我们的注意力，浪费我们的时间，他应该会在那边动手。话音刚落，下一秒对讲器上就传来了一道消息，有人拿走了垃圾箱里面的包。原来就在几分钟前，韩非这边又出现了几个人，在垃圾桶旁不断试探。这次警员们没有放过他们，全部都抓了起来进行审问。可他们的回答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都在说着些让人尴尬的中二台词。可就在警员们放松警惕之时，谁知下一刻，一个西装男路过，陡然就将黑色包取出，开始了狂奔，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，让神经不断被调戏的警员们都愣了下。等反应过来后，顿时就想大骂：马德，来真的了！被调戏了一个晚上的警员们，心中早已憋着一股怒火，一个个都拼命追了上去。而西装男也不甘示弱，很快来到了一个人流众多的小吃街。受群众影响，大批警员遭到限制，而反观逃犯则是一路畅通，没人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眼看人越来越远，警员们几乎是急火攻心。可这时为首的韩非却是停了下来，冷笑了一声，紧接着就拿出了对讲机，可以收网了。这让周围听到此话的警员们也是停了下来。原来早在之前，韩非就通过此地的地形猜到了你大概的逃跑路线，于是便布置了一个后手。得知一切后的乘客暗自感慨，不愧是前刑侦科队长，果然经验老道。直播间的网友看到这一番操作后更是叹为观止，兴奋连连，真是神仙打架呀！是啊，这一晚上的操作看得我都傻了，江叔真是有两把刷子的。不过最后还是韩非队长技高一筹，可惜啊，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要是还有就好了。就在观众们感慨连连之时，突然间看到了几条从另一直播间传来的弹幕，你们说什么呀？那个不是江叔啊，那个比在咖啡馆坐了一天啥都没干，就偶尔说句话，看得我们都快无聊死了。闻言，网友们顿时炸开了锅，什么鬼？他一直在喝咖啡，那这一下午的神操作是什么情况？而此时在演播室中，宋一雪来回切换着两个直播间，很快便想到了一个答案。看来第一直播间的江叔应该是假的，真的跑到这边来拿钱了。能想到这些办法，对于社畜来说也确实挺厉害了，只可惜还不够。很快网友们也是反应了过来，与宋一雪的想法不谋而合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你要被抓住，这场节目要结束时，一辆垃圾车款款从公交站旁驶过，将垃圾全部倒往了车里。小吃街这边，韩非等人闲庭信步地往街尾走去，在这狭窄的街道之中，被便衣们所包围，根本就没有逃脱的可能。结果似乎已尘埃落定，主持人林安也开始说起了结束术语，可才说到一半，直播间就突然传来了韩非震惊的声音：“你不是江叔！”所有人本来放松到极致的精神，瞬间再次紧绷到极致。原本在屏幕面前已经躺下了的观众们，再次坐了起来。卧槽卧槽卧槽！什么情况？所有看直播的人都懵了，这个是假的。如果那个也是假的，那真的到底在哪？此时画面中，韩非陡然上前抓住了西装男的领子：“你不是江叔，你是什么人？拿这个包干什么？”身为前刑侦科队长的气势疯狂涌出。这一刻，西装男真的以为自己是个罪犯了，双腿已然发软。卧槽，演技真好！韩非一愣，演技？谁他妈在跟你玩演技？赶快给我老实交代！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我就是一个路演龙套。今天遇到一个大哥跟我说我的演技不错，可以给我安排个机会和大明星柳如烟合作，还给我看了视频和语音，说是让他帮忙找一个演员的，所以我很珍惜这一次机会。他说是警匪戏，让我晚上9点25分时去那个垃圾桶里面装作街头，拿下面的袋子。闻言，韩非脸色再次一变，下面的袋子迅速拿过了那个包，打开，发现里面赫然是一大包的白色废纸，顿时脸色大变，都是假的。这一刻，全场一片哗然，宋一雪震惊的捂住了嘴，观众们也除了卧槽，什么都不会说了。这时韩非才猛然惊醒，不对，垃圾桶，真正的钱还在哪？就这样，一群人又疯狂的跑了回去，可在到达目的地后，却只发现了空荡荡的垃圾桶，早晚了一步，还是被收走了。马上联系交通那边，看垃圾车往哪个方向去了。在得知位置后，乘客便开车带着韩非等人超速来到了垃圾车前方逼停，来不及解释，就在开车老大爷一脸懵逼的表情下，开始了搜寻。可即便翻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那个黑包。韩非脸色铁青，于是便询问了司机，有人来垃圾车里拿过东西？是啊，刚才在广场那边，我刚拐过一个拐角，就有一个人拦住了我的车，和我说他有什么东西丢错了，我就让他找一找，他还真找到了，是一个黑色的包。我说现在的年轻人那真是……就在大爷还想说什么之时，突然看到了韩非铁青的脸色，顿时吓了一跳，不再说话了。最后韩非长长叹息了一声，开始复盘了起来。走吧，他早就算好了一切，那垃圾箱里面肯定早就放好了另一个包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要求我们将包放到那个垃圾箱，并且要求包必须是黑色朴素。而因为里面的垃圾覆盖，所以我们放包的时候没有看到下面准备好的包，那个龙套拿走的就是下面那个。在我们刚追进小吃街的时候，垃圾车应该就来了，这应该也是他算好的。他掐好了时间，当车消失在我们视野之中时，他就出现，将包拿走了。而那个时候，龙套演员以为这是他出头的唯一机会，拼了命的跑，想要证明自己的演技。再而后，我们以为抓到了对方，并放松了全部警惕，可就是这么一耽误，对方早已经插翅高飞。这一波是我们输了。另一边咖啡厅内，你重新回到了柳如烟身旁，同时对面一直低头的男子也抬起了头。当看清面貌后，直播间的观众顿时栽倒，这长得也太抽象了。你也不废话，微笑的递出了片酬，好好努力，小伙子，我很看好你。与此同时，网络上也掀起了巨大风波，各大短视频网站上都出现了天眼行动的高燃剪辑，每一个瞬间都将戏剧性拉满，一时间热度更是居高不下。韩队，这下咱们丢人丢大了。沈曼妮和韩非会合，回来的路上就看到了网上的沸沸扬扬，韩非却是相当平静，有意思。之前还以为也是前几期那样的家伙，大意了。我也承认江叔这家伙很有实力，不过没有3两3，谁敢上梁山？我们敢开天眼行动，
动就有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的信心。它不强，怎么体现我们国家法治的强大？别忘了，咱们是个普法节目，之前都是小打小闹，接下来该动点真格了。你们知道我们为何叫天眼行动？为啥？因为我们有着非常完善的天眼技术，无论多么狡猾的罪犯，都难以逃脱天眼技术的追踪。